这些东西都是给叔叔阿姨的，一会儿你带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保健品，对身体好。我本来是想亲自上门道谢的，但是你妈一看到我不是血压升高吗，我就只好交给你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谢谢一下他们，为我们去演这么一出戏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妈醒过来了，她要知道这一出的话，也一定会很感动的。没准还会在河南老家给你们写感谢信呢。你爸妈要回河南？没办法，我妈得寸进尺了。她说非要我们在上海举办一场婚礼。啊？我跟我爸商量过了，我们再这么让我妈折腾下去，那没有人能受得了。我们决定不顺着她走。那要不我再去看看阿姨？哎呀，不用了，她现在身体挺好的，也能吃，就是越来越能折腾了，没人受得了她了。我都跟丁丁说了，如果有天我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的话，我让她别惯着我，这种病真不能惯着。那也不能不管啊。那你说怎么管？难道我们真的在上海举办一场婚礼？哎呀，如果这样对你妈妈的病情有缓解的话，那就演场戏呗，假的就假的呗。问题是这个也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完成的，那结婚还需要双方的家长吧，还需要亲戚吧。上次你妈能够来配合我们演这出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那现在可是办婚礼呀，你妈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。可上次去医院的时候，不是也没说到结婚这件事儿吗？还不就因为上次在医院大家聊得太和谐了吗？我知道你妈是好意，看到我妈都那个样子了，就处处顺着她。结果我妈倒好，她总觉得你们家是全天下最好的亲家，就想赶紧趁热打铁把这婚事给办了。她还说老家办不办婚礼无所谓，至少要在她的眼皮子底下，在上海办一场婚礼。你妈妈的思路倒挺清晰的。对啊，这不是我编的。我是很想跟你复婚，但我也不可能骗婚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跟你认识多长时间了？你眼神我就知道你什么意思。我跟你还认识多长时间了呢？你一个眼神我也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今天根本就不是来感谢我的，你就是希望从我嘴里主动说出来要跟你结婚糊弄你妈，对吧？我知道你对婚姻有阴影，我也是没办法。那其实我觉得婚礼本身是件小事儿，但关键是我妈那关根本过不了。唉，这事儿都赖我。我从一开始就扮演着一个骗子的角色，那还不是因为我太爱你，我想娶你。但是我这么一个没车没房，连正式编制都没有的一个网络写手，如果不让你假怀孕的话，你妈是不可能同意把你嫁给我的。我就说了这么一个谎言，后来我就需要编100个谎言来圆这个谎言。我刚开始还觉得自己挺聪明的，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是一混蛋。也怪不得你妈不信任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基础就不牢固。现在我是想明白了，也晚了。都到离婚这一步，也不能说是你一个人的错。既然选择了离婚，就说明2个人都有问题。你没什么问题，都是我的问题。我怎么没问题？我离婚前那段时间脾气有多差，我自己心里知道。你脾气已经够好的了，如果换作是别人的话，早跟我离800次婚了。只是有一点我没有想明白，我当初一直觉得你跟我离婚以后，会跟岳小青复婚。哼，得了吧！我宁可打一辈子的光棍，我也不会跟岳小青复婚。那岳小青就是我的一个噩梦，也是我的噩梦。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我又不知道我该不该问。我不会问一些越轨的问题，我就随便问问。你问吧。
当初我们家那么多事儿，你都忍辱负重的把它忍过去了。后来你之所以狠下心来跟我提离婚，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出生的孩子？我曾经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们有一个女儿，有一天她走丢了，我就去找她，我就发现我怎么都找不到她。我回来后发现把你也弄丢了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，我还想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欠你的还清。后来我知道我怎么做都还不清了。我以前是想让你还，但我决定跟你离婚那一刻，你就不欠我的了。什么意思？有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说付出感是人类情感世界的唯一杀手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错在哪儿吗？我就错在不顾父母的反对，硬要跟你在一起，要跟你结婚，把房子首付的钱拿出来给你爸爸看病，我接受丁丁，融入月小亲进家门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我对你不断的付出，总有一天你会加倍的回报我。直到有一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这句话：付出感是人类情感世界的唯一杀手。我才知道那是付出感在作祟。如果我当时没有想着让你回报，我就不会容忍事情一步一步发展到那个地步，最后完全没有办法收拾。弄了半天，原来我们离婚是因为朋友圈啊！嗨，你看看我，永远就这臭毛病，面对任何事情都吊儿郎当的，不正面去面对。我总是天真的以为，问题来了我就先放一放，等以后能解决了，我再想办法解决。唉，结果就弄成现在这样，鸡飞蛋打，一无所获。我记得以前，我经常跟你说我爱你，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我最爱的就是我自己。我就是想让自己在纷纷扰扰的矛盾中解脱出来，我就默许了你们的互相伤害。爸妈、丁丁，他们都是你的亲人。其实有时候，面对血缘，爱情本来就很无奈。我在想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开始的话，一定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局。但人生没有如果。对，人生没有如果。请进。成了。是海河同意把下季度的全网推广交给我们吗？不只是下一个季度，而是全年。我就知道当初把你留下来是个最正确的决定。这也证明，你也很适合这个职位啊。签约仪式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，在5月。你定就好了。OK， 我现在就把策划方案发下去，还有很多部门需要对接的。对了，恭喜。什么？跟武功复合啊！那天我看到你和武功一起出去。我和武功一起出去，就意味着我和他复合了吗？误会吗？Sorry。原来在这个职位上呢，有很多话是听不到的。
那现在不想听吧，反倒是他们自己往我耳朵里边钻。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，如果所有人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的话，复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你干涉到我的私生活了。朋友的建议而已。但现在是工作时间。那就等你有空的非工作时间，咱们再聊了。我现在要出去一趟。下午还能赶得回来开会吗？啊，放心吧，不会耽误工作的。OK。老五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在这儿呢。哎，亲家母，我们家条件虽然不好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们是个实诚人家。武功以后呢，也绝对不会和江离说离婚二字的。就算是吵架，我们也会向着江离的。这个呢，不是彩礼钱，是给孩子们的零花钱。你们把这么好的孩子送给我们。以后江离想穿什么衣服，想吃什么，都应该是我们家出钱。你们拿着。哎，不，这钱我们不能收，不收。这是我们给孩子的钱，我脑子不灵光，你替孩子们收着。哎，你拿着。哎，不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我们有钱。这老冯的一点心意，那也不合适啊。哎，你收着吧。这，你自己拿着，我们不能收。那亲家，你们收着，收着吧。要不这样，我先替孩子收他。演戏，这就对了。那个3金，你们想要什么款式的？要白金的还是足金的？那个妈，这事儿不用这么麻烦的。是我们家黎黎不缺首饰。哎呀，不缺也要给，这是礼数。老冯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你看你现在又病着，住着院，你说咱们现在谈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早啊？还是等你出了院咱们再谈，行吗？那我要出不了院呢。妈，瞎说什么呢？这可不好说。我岁数大了，你的婚事要定不下来，我要是没了，我不就死不瞑目了吗？你看，我的意见是这样的，这酒席呢4000块钱一桌，我再备上10万块钱，可以吗？我说你们家老冯他可真有意思，一桌酒席4000块，完了为了准备婚礼还准备了10万块钱。你说当初他说这些干嘛？干嘛呀？我说说还不行吗？行。过去我们不是条件不好，老吴，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，你就说你现在想怎么办？听你的。要是听我的，那就这样，咱一切从简，回去跟老冯说一声。反正咱们上海也没什么亲戚，对吧？摆桌宴席就要这个形式，这样既经济实惠，又省事儿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可是假婚礼，你一定要记清楚。记清了，是假的。我们自当是给老冯最后一次机会，是吧？就按老姜说的办，在酒店里简单的办一桌，啊。如果老冯的病情还不见好转，那我立马给他办出院手续，我们回河南。至于他将来是糊涂啊还是清楚啊，那我都认。佳丽，谢谢你。太正式了吧？必须正式一点。我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你。除了谢谢以外，就没有话想说了。我倒是想报答你，你能接受吗？反正只要这个事情一过，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我爸跟我妈都会回河南老家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个婚离的拖拖拉拉的，好不容易房款还你了，我又去你公司上班了，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辞职了，结果我的新书宣发工作又交给了你。现在我妈这么一病，
很多事情又需要你的帮忙。哎呀，再好的缘分都会被磨灭的。你说这家里出什么戏啊？见家长、谈婚礼、3金房子，一样都没少。但仔细想一想，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不情不愿，迫不得已。看了开始就能猜到结局。